母亲竟把孤儿院领养的绿茶认作女儿，恐怕没那么简单吧。母亲于如和薛雪回到薛家，妈妈，您回来了。绿茶小柔竟不知羞耻地喊于如妈妈，管家和佣人都惊呆了。妈妈，这个不知廉耻的家伙，听得云如都一脸尴尬。薛雪只是淡淡一笑。小柔看到大家这副模样，表变哭包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对不起，阿姨，我只是觉得您和蔼可亲，简直和我梦想中的母亲一样，所以我才这样叫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”又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母亲心里却清楚得很，从那个晚上开始，这个女孩就不是个单纯可爱的货，只想赶紧找个机会把她打发出去。只是如果小雪不愿意豁出去勾引姬家小少爷，那就把目标转向眼前的这个孤儿院小孩吧。云如抚摸着小柔的头，小柔对吧？你以后就叫薛柔吧。众人再一次惊呆了。云如这时相当于认下这个女孩了。听到这，薛柔兴奋地问：“我真的可以当你的女儿，可以叫你妈妈了？”当然了。云如一把抱住薛柔，不知道自己被利用的薛柔还得意洋洋的：“看吧，你的母亲转眼就变成我的了，你的一切也会是我的。”薛雪看着互相上演深情戏码的两人，心想那真是恭喜你啊，妹妹。薛柔回到房间，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旁人敬仰的对象，想起在孤儿院差点被侵犯的悲惨童年，顿时抓紧床单，等我有权有势完成了那个人的任务后，一定要把孤儿院彻底毁了，连带着肮脏不堪的曾经。此时有人敲门，是佣人拿着夫人给薛柔的礼服进来，还准备了发型师在化妆间等着。佣人放下就准备走，却被薛柔喊住：“等等！”心想我明明已经是薛家二小姐了，一个佣人还给我摆脸色。佣人不耐烦地回头：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或许其他人还不清楚，但是我们生活在下层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女孩的野心，惺惺作态的模样根本比不上小姐的一根指头。绿茶妹妹露出真面目，被逮到了结局反转。佣人的态度让心系薛家二小姐不满，薛柔让佣人给她道歉。佣人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主人让奴才道歉也需要理由吗？”佣人听到这话一脸不悦：“奴才，哼，如果没记错，2天前你还是夫人从孤儿院领回来的吧？”薛柔心想真是可恨，这样一个下贱人也敢给我脸色看，今天就当杀鸡儆猴吧。随即拿起礼服，用刀子把礼服割烂，还冤枉佣人弄坏他的礼服。佣人当时害怕极了，这分明是你自己弄坏的。我怎么会弄坏自己的衣服呢？当然是某些人嫉妒我成为薛家二小姐，或是被谁指使的，想弄坏我的衣服，让我无法参加宴会的。这真是一只笑面虎。佣人立马为自己辩解：“我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这件衣服的价值应该不少吧？而且你还会丢了这份工作的。如果背后有人指使你，比如薛家大小姐之类的，或许你可以免去赔偿哦。”佣人一脸震惊，明明是你弄坏了自己的衣服，竟然还想诬陷小姐。薛柔得意的继续说：“我的房间可没有监控，要么就你自己赔偿，要么就只征大小姐，相对来说后者更容易一些呢。”心想要是大小姐被禁足，只有我一个参加姬家小少爷的宴会，必定得到薛家大小姐的待遇，被无数人捧着拥着。虽然没有监控，但是有录音又怎么办呢？原来薛雪一早在门口录音，最后才拿着证据进来。妹妹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？什么？薛柔看到薛雪顿时惊慌失措。佣人见状马上向大小姐告状：“小姐，她诬陷我，这件衣服是她自己划破的。她年纪小小的竟然有这种心机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怎样恶毒的人。小姐，不能留她在家里啊。”薛雪表示刚刚都听到了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先出去吧，我想和妹妹谈一谈。薛柔马上跪下，抓着薛雪的衣服求饶：“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薛雪蹲下帮忙擦拭薛柔的泪水：“你可以答应我下次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吗？”薛柔可怜兮兮地说：“我再也不敢了。姐姐，你相信我，好吧？那这次我就不告诉母亲了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薛柔突然背后发凉，不知道会是什么事，但被他逮到只能先答应着了。我们的大男主姬家小少爷终于登场了！哒哒哒，姬家3个少爷在比赛马术，但姬家小少爷姬勇可能是有主角光环，每次都第一，并赢得了另外2个姬家少爷戴眼镜的姬业与蓝发的姬明的赌注，分别他们名下的2家酒店。果然是有钱人中的有钱人，连赌注都是那么朴实。姬明搭着姬勇的肩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今年的生日宴可是大办了，是还没开荤的你的选美晚宴。”姬业推了推眼镜说：“小心碰了以后赖着不松手。前2天姬明以你的名义勾上了一个叫冷汤的家伙，现在对方天天纠缠着打电话了。”被戳穿后的姬明向姬业甩甩手：“滚滚滚，谁要你多嘴的？那种暴发户的丫头，我不过是玩玩而已，怎么可能真的和他在一起？”姬勇瞥了一眼姬明，用我的名义。姬明连忙摆手辩解：“其实不能怪我，
那丫头当初知道我姓姬之后就缠上我了，她以为我是你，我只是没有承认。姬家的规则就是如此残酷，不立长不立贤，只让显露出最大才能的人继承家业。那位优秀的继承人，他的话语权就仅压于老爷子，因此他们平日里虽敢随意开玩笑，但绝对不能踩过线。姬勇让姬明把那个女孩的事赶紧处理掉，还要了他名下的一座商场。姬明也不敢说什么，只能是个答应。姬明生气地瞪着姬夜，姬夜无奈地耸了耸肩。同为姬家年轻一代的人，每一个人可都是竞争对手般的存在呢。佣人过来托老爷子的话，让3位少爷过去书房，宴会马上要开始了。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在这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这边薛家父母在车内焦急地等待薛雪，薛母云如显得特别不耐烦，怎么回事？小雪一向很准时的，偏偏这么重要的宴会竟然比平时晚到。突然，薛父看到薛雪与薛柔缓缓走来，但是他们的衣服互换了。母亲赶紧下车质问薛柔：“你为什么穿着姐姐的衣服？”白莲花发现被骗真相，是要彻底毁了女主清白。薛柔听到母亲的质问，连忙带着哭腔解释：“我的衣服不小心弄破了，这件是姐姐借给我的。”真是一言不合就哭哭啼啼。薛雪也对母亲说：“小柔穿这件衣服很漂亮，我就送给她了。”母亲脸都黑了，因为这一次给薛雪准备的这件红色礼服，无论造价还是款式都是极好的，为的就是在聚会中脱颖而出，让姬家小公子一眼就能发现薛雪。现在一腔苦心都白费了。薛父也在劝和：“好了，我看小雪这样穿也很好看嘛，你就别生气了。”上一世就发现了性子懦弱的父亲总是会帮着乖巧的妹妹说话，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薛柔心想，不知薛雪太善良了还是太愚蠢，不但这么容易原谅了我，拜托的事情竟然是让我穿上她这件礼服。这件礼服不知比我原来那件精致多少倍，这种烂好人失去一切本来就是应该的。这边冷霜表姐向她母亲哭诉，发现自己遭到欺骗，和自己聊骚的是姬家3少爷姬明，根本就不是小少爷姬勇。姬家的另外2个少爷虽然名声好听，但最后能继承整个姬家的只有姬勇。等姬勇25岁掌控姬家后，其他所谓的少爷都会被赶出来自立门户。所谓的少爷根本什么也不是。秦迪本以为自己的女儿运气好，要上了金龟婿，殊不知被骗去了清白的身子，多来一条烂鱼，本来已经够烦的了，冷霜还在面前哭个不停的。秦迪一巴掌扇在女儿冷霜的脸上：“闭嘴，哭什么哭，丢死人了，让我空欢喜一场，还在云如面前耀武扬威。”事已至此，你只能吊着那个3少爷，再想办法接近姬勇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姬家有规定，最强的人才能继承家业。如果姬勇死了，他自然不是最强的。冷霜一边用手捂着被打得通红的脸问：“如果姬勇看上薛雪呢？既然我们得不到，那别人也别想得到。”秦迪说完，马上打电话安排重金找人想办法潜入姬家，要彻底毁了薛雪的清白，并且把所有人都招来。秦迪提前知道，并拍下了薛雪当天会穿的红色礼服，和电话那头的人说，就是那个一袭红色礼服的女孩。心想原本不想使用这种手段，但没料到会出现变故。云如这么多年把我踩在脚下，如果毁了你的女儿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表情呢？